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林更新和赵丽颖最佳搭档的互动佳话，让我们一起见证他们的光辉时刻。在近日举行的星光大赏上，林更新在被问及对赵丽颖的看法时，表现得十分激动，毫不吝啬地赞美了这位合作搭档。他的话语间透出一种深厚的欣赏与赞赏，这不仅让现场气氛热烈，也让网友们再次感受到了他们二人之间的默契和深厚的友谊。这对荧幕搭档在与凤航中的合作可谓相得益彰，成功地吸引了大量观众的关注，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。林更新称赞赵丽颖的演技、敬业精神和个人魅力，表示自己非常希望能向她学习。在这场发布会上，他提到向赵丽颖看齐是我努力的目标。她的每一次表演都深入人心，她总能把每一个角色诠释得如此动人。这样真诚的发言不仅让观众们感受到了演员之间的相互欣赏，也让粉丝们更加期待他们未来的作品。赵丽颖在娱乐圈中一直以其不断进步的演技和扎实的作品积累，赢得了观众的喜爱。从早年的《花千骨》到近期的多部热剧，她始终保持着高水准的表现。林更新所说的向赵丽颖看齐，其实也反映了他在努力提升自己的演艺水平，力求在每部作品中超越自我。这种相互成就的关系，不只是职业上的支持，更是朋友之间的真诚鼓励。这段时间，两位演员因与凤航的合作而频频亮相，不仅在荧幕上展现出闪耀的化学反应，私下里的互动也频频登上热搜。例如，林更新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和赵丽颖的花絮照，配文幽默风趣，吸引了众多粉丝的围观。他们之间的互动展现了一种轻松愉快的同事关系，让粉丝们感受到了一种温馨的气氛。除了相互欣赏的言辞外，两人也积极回应粉丝们的期待。不少网友表示，期待他们能再度联手，呈现在荧幕上的精彩剧情，一起续写他们的故事。而粉丝们之所以对两人的组合如此钟爱，除了他们各自的才能，更在于他们彼此之间的善意和支持。这种相辅相成的搭档关系，是当今娱乐圈中值得珍视的典范。在这场星光大赏中，林更新的发言无疑为这一赛事增添了色彩。他通过对赵丽颖的赞美，传递了一种互相成就、共同进步的正能量。在这个团队合作、互助共赢的时代，这样的精神显得尤为珍贵，也引发了更多观众对两人未来合作的期待。林更新和赵丽颖或许会成为更多年轻演员学习的榜样，证明在事业的道路上，互相欣赏与支持的力量是多么的重要。最后，随着两位演员的不断努力与发展，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，能看到他们在影视作品中再次携手合作，创造更多令人难忘的瞬间。无论是个人作品的提升，还是团队协作的魅力，林更新与赵丽颖将继续引领观众走入精彩纷呈的娱乐世界。因此，关注他们的每一步，都是值得期待的旅程。2. 现在就出发！2林更新抢枕头，急走白敬亭，范丞丞打得鼠打脸沈腾。台风的肆虐令出发团被迫取消了海上运动，却在室内泳池差点玩疯。果然有趣的人在一起玩，根本不受场地的限制。所以，当台风持续不断，被困在酒店的成员们直接将室外运动爆改成了睡衣运动会。睡衣运动会的第一项运动叫做好奇宝宝大作战谁是卧底，结果将决定成员们谁来品尝鱼茶。8位成员中有2人是好奇宝宝卧底，其他6人为好人。同时，成员们一起完成任务，采用5轮3胜制，每轮的获胜者决定投票人选，共同进行是否吃鱼茶的匿名投票。在投票过程中，
好人只能头部吃鱼茶，好奇宝宝可以任意投票。若5轮中有3轮投票结果为吃鱼茶，则好奇宝宝胜利，反之则好人获胜。鱼茶是海南当地的特色菜，并且是用来招待客人的美食。只是这种美味显然有些超出了外地人的接受能力，比如来自东北的金晨，闻一下都觉得辣眼睛。只有沈腾得到了一些偏爱，因为感冒，所以一点味道都闻不着。由于沙溢不在，第2季现在就出发中，听不懂规则的人成了沈腾。搞笑的是，胡先煦很认真地在给沈腾讲规则，却是拿另外一个他不懂的游戏去讲解他不懂的这个游戏，直接把他讲得一脑袋问号。卧底是王安宇和白敬亭第1轮的抢夺队长任务为枕头跳高比赛。胡先煦每次玩谁是卧底的游戏，都要手动确认身边人的身份，只是这次就巧了，身边恰好有一只好奇宝宝。同时，胡先煦的动作也令王安宇有了踩他的机会。这个任务是真的撞到了王安宇的枪口上。他和金晨有一部电视剧，名叫《赤道》，讲的就是跳高运动员的故事。所以王安宇这次很有资格嚣张，他甚至觉得室内的层高都有些限制他的发挥了。节目组询问没有发过言的林更新、胡先煦和范丞丞，到了沈腾这里直接略过。毕竟一个平时都在偷懒，能跑起来都算奇迹的人，又怎么会参与跳高这么高难度的运动呢？可是沈腾可以不参与，节目组不能忽略他。人在无语的时候真的会笑一下，这下子节目组可算是惹到沈腾了，哄不好的那种。所以沈腾直接盖上被子准备睡觉。本以为在这个环节能掌控全场的王安宇，却在耍帅和完成任务之间选择了狼狈摔倒。这倒也符合大将军的人设，只是对于王安宇来说，又一个丢人的综艺名场面诞生了，不愧是被沈腾认可的综艺之神。但这个环节的确是让王安宇帅到了一次，一举跳过了9个枕头。白敬亭也是很拼的，以标准的跳高姿势跳过了10个枕头，只为拿下这轮的队长，掌控投票大权。直至林更新挑战成功了11个枕头，白敬亭和王安宇表面上在夸赞林更新，实际上痛失第1的他们却在想这可咋整？没有办法，只能拼了。白敬亭和林更新直接开战，随着叠加的枕头一点点升高，惊呆了所有的小伙伴不说，白敬亭的身份差点暴露。沈腾一语成谶，白敬亭和林更新这俩人这么较劲，绝对里面有一个是好奇宝宝，另一个是要强的。最终白敬亭如愿以偿，成为了队长，选择林更新和沈腾，舍身护队友，还能栽赃沈腾和林更新。本轮投票结束后，虽然失败了，但因为沈腾的助攻，嫌疑果然大多聚在了沈腾的身上。第2轮抢夺队长的任务叫做舞蹈抢枕头。这个任务很简单，不会存在听不懂规则的情况。所有人跟随音乐跳舞，音乐停止时，头不在枕头上的人被淘汰，留到最后的人成为队长。若2个人的头同时在枕头上，按头的占地面积来算，面积大的人获胜。在这个环节，击头动作出现了人传人的现象，都尽可能的弯腰低头，准备面部着陆。虽然游戏简单，但竞争着实激烈。一边是范丞丞不仅自己躺下了，还给哥哥沈腾占了个位置，另外一边是林更新不顾形象，四肢着的用脑袋生生挤走了白敬亭。那一瞬间，原本已经躺好了的白敬亭失去了所有的力气和手段，只能无能狂怒一下。林更新丝毫没有觉得不好意思，只是强调了一下自己只是不适应和别人一起睡，尤其是一个男的。第2局更是精彩，一边是一个枕头默默无闻，无人争抢，另外一边是一群人挤破脑袋，结果一次淘汰俩人。
到了第3局，沈腾就没有那么幸运了，因为他对上了林更新。已跳霹雳舞未名的沈腾，早早地躺在了地上，锁定好了自己要的枕头，却在音乐停止之后，遭到林更新的截胡。沈腾不像白敬亭，枕头被抢只能无能狂怒，他有事可是真上呀！一看自己的枕头在林更新的脑袋底下，直接就不乐意了，飞扑到林更新身上。这一套动作压根不像平时稍微动弹动弹就这疼那疼的腾哥。在这个环节里遇到林更新真是一场劫难呀！沈腾走了，换成范丞丞硬刚林更新，以干碎一条新买的手链为代价，战胜了生猛的林更新。最后就剩下胡先煦、范丞丞和王安宇了。先一轮开始之前说好要和平一点，结果音乐一听，没一个有让的意思，尤其是王安宇和范丞丞争得极其激烈。旁边的胡先煦万万没有想到，是王安宇和范丞丞争夺一个枕头，但差点被淘汰的竟然是自己。沈腾灵真起嘴，主打一个搅浑水，直接把胡先煦给干茫然了。随着王安宇遗憾出局，好奇宝宝的处境有些危险了。范丞丞以脖子长的优势打败胡先煦之后，成为了新一任的队长。在这一轮，他可以选择3个人和自己一起投票，因为王安宇的入选，令这一轮依然投票失败。第3轮抢夺队长的任务叫做打的数，一个人负责击打，其他人躲在被子里，每5秒内需要掀开一次被子，并说出你来打我呀。1分钟之内击中次数最多的人成为队长。沈腾认准了白敬亭是卧底，第一个上场击打的时候瞄准了白敬亭，误伤了林更新，暴揍了范丞丞，这可惹了众怒了。这边白敬亭正打算复仇呢，那边林更新已经拿起气锤要报复回来了，把沈腾给吓得恨不得原地退赛。肉眼可见沈腾的无奈，最后只能弱弱地提出1点要求：人昏了可就不能再打了。游戏开始之后，林更新守着沈腾、胡先煦和范丞丞这3人都顾不上往后走，反应敏捷，再加上沈腾的忏悔，让林更新打出了31次的超高纪录。旁边吃瓜看戏的白敬亭和王安宇瞬间压力倍增。到了范丞丞这里，对沈腾更是不手软，锤子都不上用，直接徒手打脸沈腾，给了他一个大嘴巴子。气得沈腾满场追着范丞丞跑。为了获得胜利，超越林更新，王安宇知道自己的努力了，以报仇为名，得到有效击打次数位时，开启了极限折返跑。奈何一顿操作猛如虎，击打大多不算数，完美避开了探出头的伙伴们。帅是真帅，没效果也是真没效果。卧底阵营只能靠白敬亭了，贾冰却来了一句：队长只能是林更新了，根本超不过。此时的白敬亭也不知道是急的还是气的，肉眼可见的红温了，质问所有人：自己挨的打就白挨了，这事就想直接过去了。沈腾依然是老套路，每个人开始击打之前，他都说好话讨好人家。胡先煦就比较直接了，为了报复范丞丞，上来就把他的被子给抢走了。在这个环节里，胡先煦真的帮助2位卧底承担了很多火力，可白敬亭的努力是注定要白费的，因为其他人都已经认定了白敬亭就是卧底，宁愿主动把脑袋凑上去给贾冰刷分，都不会让白敬亭做队长。只是虽然贾冰当了队长，却相信了王安宇，选择他一起投票，助攻好奇宝宝获得最终的胜利。幸运的是，沈腾认定了王安宇和白敬亭是卧底，令好人阵营得以免于受罚。参加现在就出发，最幸福的时刻，或许就是经过了一整天的体力消耗，最后可以吃到一口贾冰做的饭吧。在贾冰的餐桌上，没有明星，只有大馋小子和大馋丫头。范丞丞嘴上说着最后一口，筷子却不停地夹面，
王安宇吃到不滋声，沈腾小碗不过瘾，直接换大碗。由于吃得太香，还被胡先煦围观，近距离观看吃播。现在就出发，第2季快要结束了，原班人马的下一季或者周周都更新，节目组总得选一样吧。